2024新年快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也许你只感兴趣富人们究竟是做对了哪些事情才能够获得财富上的成功。通过研究富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对一些名人传记的拜读，我总结出了富人们获得成功的11个经验，将在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给大家。我频道的理念是与你共同成长，助你实现财务自由。欢迎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现在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富人们成功的第一条经验就是他们从不畏惧承担风险。富人们区别于大多数普通人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他们更愿意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而普通人倾向于规避风险。这并不是因为富人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大部分白手起家的富人们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冒险家的特质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往往可以孤注一掷。他们并非逞匹夫之勇，而是非常的清楚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股神巴菲特的投资以稳健著称，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从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股价平均每年的增幅超过 30%， 这只股票也成为了全世界最贵的股票。但是要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被巴菲特收购之前是一家亏损严重的纺织品制造企业，而巴菲特的独具慧眼和不畏风险的精神，让他建立起了这家无与伦比、举世瞩目的明星公司。巴菲特的名言别人恐惧我贪婪，不仅体现了他在投资上的大智慧，也折射出他面对恐惧时的冒险精神。虽然这句格言被大多数投资者追捧，但是真正可以贯彻执行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无法通过承担风险成为富人的原因。第二，富人们比任何人都重视时间的价值。如果你要购买一打鸡蛋，可能不会为了节省20美分多花半个小时赶去离家更远的那间超市购买。但是如果你现在要买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一定会货比三家，选择折扣最多的那家零售商。最终你省下了100美金，这让你兴奋不已。但是为了省下这100美金，你花费了一整个晚上研究，然后开车去了离家最远的那家商店去购买。而对于富人们来说，无论是购买鸡蛋还是笔记本电脑，都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怎样省钱。在富人们的眼中，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因为时间和生命都是有限的，而等待他们赚取的金钱却是无限的。他们从不会把时间花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且他们在管理自己的时间上还有着这样的一些黄金法则。首先，富人们对自己的目标总是了如指掌，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不轻易分心于琐碎的事物。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将每一刻都投入到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其次，富人们不会对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强项，通过把任务委托给其他人，他们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最大化自己的时间价值。最后，富人们擅长利用碎片时间，即使是在最短暂的碎片时间里，他们也能够完成一些小任务，阅读一些行业资讯，或者进行头脑风暴。上述的3条黄金法则就是让富人们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在财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第3点，富人们总是尽量将一切东西都变成资产。当你领到每个月的薪水时，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先去偿还了信用卡贷款，还是去买了最新款的手机、游戏装备或者是奢侈品包包？对于富人们来说，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任何的消费或者负债都会导致自己净资产的减少。净资产是指一个人的所有的资产，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比特币、贵金属等，减去负债之后的净值。富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他们的净值是否一直在增长，所以他们会竭尽所能的把身边的一切的东西都变成他们的资产。他们会不断的投资优质资产。对于他们来说，资产不仅仅是指金融投资，更包括时间、人际关系、技能和经验等。富人们懂得将每一个资源最大程度的利用起来，使其成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工具。就拿人际关系来说，富人们会建立强大的社交网络，通过与成功人士建立联系，分享资源和信息，共同推动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了一种无形的财富，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利益。都说思维是王牌，富人们的成功离不开他们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今天要分享的第4条富人们获得成功的经验，就是他们常常能够跳出思维定式的束缚。马太效应告诉我们，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造就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富人们常常能够跳出思维定式的束缚，而其他人很少做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做的是选择题，而富人们面对2选1的问题时，常常会提出质疑：我为什么要做选择？不可以都要吗？我全都要。敢于挑战传统思维，给富人们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总是能够在困境中寻找突破，甚至发现新的机会。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创立维珍航空的经历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70年代，航空业被传统的商业模式主导，票价昂贵，服务理念陈旧，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无法和现在同日而语。很多人因为无法承担昂贵的票价而被航空公司拒之门外。布兰森认为可以通过打破传统，提供更为亲民的服务来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他租下了一架波音747客机，创立了维珍航空。由于维珍航空能够提供低廉的机票，而且是第一家为所有舱位的所有乘客提供个人娱乐的航空公司，因此颠覆了传统的航空经营理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布兰森的大胆创新为他赢得了59亿英镑的身价，他也成为了英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第5，富人们往往更加专注。你是不是常常感受到各种干扰？在你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被邀请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你同事请你帮忙完成不在你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结果忙碌了一整天，你计划内的工作却无法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又比如你下定决心周末读一本好书，结果书还没翻几页，你就被孩子们的哭闹声吵到，不得不去照顾他们。好不容易把孩子哄好，你的家人又告诉你今晚要请朋友来家里吃饭，让你帮忙准备食材。结果几个周末过去了，你的书签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你会好奇，富人们是不是不会受到这些干扰呢？在富人们的世界里，他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噪音，只不过富人们会更加专注他们的目标，他们懂得如何过滤无关紧要的信息，集中精力投入到最重要、最能产生价值的事物上。这听起来有些冷酷无情，但是效率至上的富人们并不会在意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完成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富人们的专注力还体现在他们为了实现长期目标而能够忽略短期波动。芯片巨头英伟达的股价在过去的几年中大起大落，许多长期看好英伟达的散户投资者在2022年股价暴跌时都忍不住割肉离场了。但是我认识一个投资人，不仅能够坚定的持有，还在股价跌到120块附近大举买入。如今他仅凭英伟达这一只股票就让股本翻了3倍多，而他在投资股票时的专注力也让他从一个拿着几千美金本金的小散户，成为个人净资产上千万美金的投资专家。富人们重视结果胜于过程。富人们深知，在商业和投资领域，花费的时间并不总和价值成正比。相比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完成工作，他们更注重那些可以直接带来明确效果和回报的事情。这有一点颠覆我们的认知，大多数人从小被教育一份努力一份收获，而在步入职场之后，工薪阶层也是通过付出劳力和时间来换取收入的。这也导致了富人和大多数普通人在收入上的差距。普通人的收入总有个上限，这个上限由他们付出的时间决定。富人们大多拥有自己的事业，他们是根据结果获得酬劳的。因为这个差距的存在，富人们并不在乎开发一件产品上花费时间的长短，他们关注的只有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件好产品，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利润和客户，能为他们的品牌提升多少价值。如果以上的结果都不能达到，投入再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富人眼中只不过是一件昂贵的垃圾罢了。第7，富人们总是立足当下，放眼长远。相比于悔恨过去的失误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感到焦虑，富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他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实现这个目标。过去的失误已于事无补，而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则取决于当下的努力。富人们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工作和投资，他们甚至会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短暂的享乐。也许你认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乐在其中，你会感到意外吗？富人们往往都有远大的目标和愿景，他们也更了解长期投资和持续积累财富的价值，因此与单纯追求短暂快乐相
富人们更加关注长期发展的结果。富人们获得成功的第8个秘诀就是他们会常常进行反思，复盘事业上的得失成败。富人们明白，错误的方法重复100遍还是错误，他们是不允许自己在同一个地方犯错2次的。他们不惧失败，但是必须从失败中学到点什么。除了纠正错误，富人们还通过反思过去的决策和行动，发现哪些策略是有效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和优化的。这种不断调整的能力使得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更容易胜出。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显然是优化策略的行家。特斯拉是全球电动车市场领导者，但是在2008年该公司推出首款电动车 Roadster 之初，公司曾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财务困境、生产延迟和电池性能等方面的挑战。作为一辆高性能的可以匹敌汽油动力汽车的电动车，虽然 Roadster 被认为是电动车行业突破性的成就，但是它的价格昂贵，不是一个大众市场的产品。马斯克和他的团队通过深入调查和反思这些问题，推动特斯拉不断改进产品和技术，并且在2012年推出了特斯拉 Model S。 直到此时，特斯拉才正式被打响名声，也最终实现了对电动汽车市场的颠覆。第9，富人们让钱成为自己的朋友。富人之所以能够变得有钱，是因为他们能够处理好与金钱的关系。看到这里，也许你会有疑问，钱又不是能说会动的人类，我们为什么要处理好与金钱的关系呢？这里说的关系其实有2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就是要管理好金钱，不让金钱白白的流失。富人们总是能妥善管理好收入与支出，在确保收入总是高于支出的同时，再用账户里的余额去投资。他们还会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和各类金融工具来让自己的财富得以增长。这并不是因为富人们更加聪明，他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多学习和掌握了财务知识和理财技能，同时他们也更加的自律。第2个层面的含义就是指富人们会让钱为他们工作。当你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你会雇佣员工，让他们为你赚钱，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让钱也成为你的员工为你赚钱呢？你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它就能为你赚到租金，让你每个月都收到源源不断的现金流。那你把钱投入到股市，它就能为你带来股息和股票升值的收入。你如果把钱投入到一项自动化运营的事业中去，它也能为你带来利润。所以在富人的眼中，金钱也是优秀的员工。聪明的你应该已经可以看出，让钱为你赚钱，其实赚的就是被动收入。所有的富人都有被动收入，无一例外。第10，富人们更加的当机立断。大多数股票投资者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迷思，他们如果在买入一只股票之后发现这是一只垃圾股，股价一直跌跌不休，但他们却不愿意割肉离场，很快这只股票就被深深的套牢。在这里，购买股票的钱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的不可收回的成本。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决定是否卖出股票就不应该考虑沉没成本，而是应该基于股票本身的表现。但是人都是憎恶损失的，因此他们才不愿意放弃这只股票，而期待有朝一日股价可以反弹，能够收回成本。而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种行为是不理智的，是基于毫不相关的讯息做出的决定，而错误地分配了资源。富人们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时，似乎更容易接受这种损失。很多研究表明，这是由于富人们在进行决策时，更倾向于以实际的效益为导向。他们会评估目前和未来的投资回报，而不会被已经投入的资金所束缚。他们更注重长期利益，而不是过去的投资。因此，富人们面对沉没成本，表现更为理智，更加能够当机立断地放弃沉没成本。富人们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屏幕前的你也许好奇，富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富人，他们有着怎样强大的精神世界呢？在这里，我总结出了4点让他们成功的心理因素。你也可以看看你是否同样具备，说不定下一个富人就是你了。第一，富人们有着超强的抗压能力。富人们在创业和投资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压力，这无疑锻炼了他们的抗压能力，让他们学会在困境中保持冷静，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会被困境压垮。第二，富人们的心态更加积极。
富人们倾向采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状况，他们看到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本身。积极的态度往往导致积极的结果。第三，富人们都有良好的自我认知。富人们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性，并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反应。这种自我认知有助于他们在压力下保持理智，做出最有利的决定。第四，富人们更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在环境变化中快速调整策略。这种适应性使得他们能够在动荡的情境中找到应对之道。从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了解到，富人们能够成功获取财富并不是偶然，他们具备的这些独特之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希望我总结的这11条经验可以帮助到你，成为你追求财富道路上的动力。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